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读书会，一起精进学习。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富贵花的启示。听起来有一点令人纳闷。富贵花能给我们什么启示呢？它也只不过是一朵花。其实呢，不止富贵花了，任何的花草枝叶呢，都能够给我们人生的启示甚至挑柴运水无不是禅行住坐卧无不是禅，开口动舌也无不是禅，这些都叫做生活禅跟生活结合在一起的。禅理也好佛法也好跟我们的生活是紧紧相扣，而不是束之高阁或放在藏经阁里面佛家常讲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或者是郁郁黄花无不是般若一朵花是很小的，而世界是很大的一般我们的概念是这样子的，都认为说大才能容纳小，小不能容纳大但是从就近实相来看呢，所谓大小的概念都是空性的，都是抽象的，都是平等的多大才是大呢？多小才是小呢？其实跟大的比就变很小了跟小的比就变很大了同理跟有钱的人比我们就很穷跟没钱的人比我们就很富有。那穷跟富的标准在哪里这个叫做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啦。没有标准，就看你要比上还是比下或者跟谁比同理，你强他就弱，你弱他就强或者是遇强则强，遇弱则弱。那这样说来，强弱的标准在哪里所以这些都是相对论的道理啦，不是绝对的啦佛法上的叫做非大非小，非福非祸，非空非有，不强不弱，不穷不富，不顺不逆，不好不坏，不进不退，不来不去，不上不下等等也就是《心经》里面所讲的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才讲嘛，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跟空两者是本性不二空跟有也是不二所以才说不能执着空，也不能执着有，空有两相，不落两边。以前我们读书会都有讲过嘛，不二法门讲的不二呢，就是唯一也就是没有分别，都是一体两面。所以本性的概念是平等的从这个意义来看呢，所谓的小的花跟大的世界，它们的本性也是平等的那世界能容纳一朵花，花也可以容纳世界那这个就搞不懂了这么小的花怎么去容纳那么大的世界呢原来不是花可以容纳世界啦，而是花本身就是一个世界，一花一世界嘛这样讲大家都明白了那一粒米中藏日月的道理也是一样粒粒皆辛苦没有说哪一粒比较辛苦，哪一粒比较不辛苦，无从比较，因为本性都是平等的缘故所以可以说一朵花一粒米，一个世界，一个日月，它们的本性都是平等的那这样讲呢，可能还是会有些人觉得道理好像还蛮深的不过我们化繁为简只要举一些例子来解释呢大家一听就懂了。所以举例很重要譬喻很重要这是为什么每一部经呢都要开方便门，而每一尊佛呢要讲经说法呢都要从方便法开始说起最后才入真实道叫做开权显实嘛这样深入浅出才会对机讲譬喻呢就是一种权巧方便为的就是要让听者更容易了解道理我们举例来说，什么叫做本性平等总统再怎么位高权重也是一张选票，草民再怎么卑微贫贱也是一张选票，地位不同，但是本性平等
同理，公司董事长跟路边清洁工职位也是不同，但基本的人权跟本性是相同的，因为职业无贵贱之分嘛。而且呢，不管是董事长还是清洁工，都是凡夫，所以凡夫性也没有差别啊，也一样，都是半斤八两。好，再来，医生跟病人也是本性平等啊，要视病如亲呐、啊，医生要感恩病人，病人也要感恩医生呐、啊。那医生要感恩病人，没有病人呢，你要去医谁啊？那病人也要感恩医生啊，没有医生帮我们医病，那我们就会受病苦的折磨啊。所以医病之间也是本性平等，没有谁高谁低的问题。每一位圣人都有他的过去，每一位罪人也都有他的未来。现在在行善的人呢，不一定以前是好人哦。现在已经在犯错的人呢，也不代表他以后不会是个好人，有没有道理呀？所以这个也是一种本性平等啊。那以上我们所举的这些例子啊，套一句佛家所讲的，就是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学佛的人常常在讲这句话啦。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了，无差别就是彼此的自性跟本性是相同的，都是人之初性本善，都是人人本具佛性，那本性都是善良的啊，也就是说在基础上是大家是平等的啊，这样解释大家就比较容易明白了啊。那我们一般人的固有的概念都是认为花很小，那世界那么大。只能是花放在世界里面，花放在世界里面啊，那不可能把世界放在花里面呢啊，就能理解了。一朵花或一粒米跟一个世界跟一个日月的这个本性都是一样的啊，都可以互相容纳、互相包容的意思啦啊。那刚刚我们讲一花一世界的意思，就是说一朵花当中就可以有一个世界。是强调本性平等的思想啊。好，我们以上这个是我们的序曲，算是开胃菜了。现在要上主菜喽。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个富贵花呢，也是充满着大道理啊。富贵花也同样是一花一世界。话说以前我年轻的还没有学佛的时候呢，也是很喜欢追求物质生活的安逸呀。我30多岁的时候呢，就在溜画眉鸟啊，跟杨锦鲤呀，年纪轻轻老样子啊，很少看到年轻人在溜鸟啊，都是老人家在溜鸟啊，在公园那个老人家在溜鸟。我年纪轻轻，我都在溜鸟了。那个时候我养了2只画眉鸟，一只是老鸟，一只是新鸟啊。那溜完之后呢，一只挂在前院呢，一只挂在后院呢，那2只就会对唱啊。那个老鸟很会唱啊。那个新鸟比较不会唱啊，老鸟一唱，新鸟就跟着唱啊，叫对唱，歌声是清脆嘹亮，悦耳动听啊。那各位都知道，画眉鸟是一种斗鸟啊，一个笼子只能放1只，放2只的话呢，会斗唱啊，斗到最后呢，比较不会叫的那一只就永远就叫不出来了，所以叫做斗鸟，是这样子。那我也很爱那些奇花异草我连除草、割草、消毒、修剪枝叶都是自己来，乐在其中了，乐此不疲了。有一天呢，我到我们朋友经营的这个园艺店看到满园的花卉百花齐放争奇斗艳就好像在身处桃花源一般让人心旷神怡心情快乐无比喜欢养花的人大概都有这种经验的那时候呢，我就看中一盆呢盛开桃红色花朵的富贵花，鲜艳欲滴枝干曼妙有致根茎呢在四周缠绕它不是一直直直的它是绕来绕去，有大有小，有粗有细，绕得很漂亮体态是婀娜多姿用心一看呢，这盆富贵花是经过多年的用心栽培跟照顾才有可能这样子而且我猜想价钱也应该不便宜了。那时候的凡夫心很重想享有就不如立刻拥有了。那朋友看到我对这棵
富贵花情有独钟啊，他也颇能善解人意的，因为都同号嘛，对，他就用一个很合理的价钱的割爱给我，那我就把这本富贵花买回去了。那富贵花原本在这个园艺店的花园里面呢，是四面采光的嘛，放到花园里面的，不但有阳光雨水的滋润啊，又有专人的修剪施肥啊。那现在被我买回去的，放在客厅外面的阳台上面呢，它得不到这个露水的滋润，因为阳台上面有这个雨棚嘛，它得不到露水的滋润，每天也只有短暂的时间呢，能够受到阳光的这个照射啊。那最重要是因为我工作很忙，所以也没办法常常照顾，只能偶尔呢例行性的浇个水啊，尊重生命啊，不要让它枯死嘛。直到有一天呢，我忙里偷闲，静坐在客厅里面呢，往富贵花的方向看去呢，这才惊觉，原本这个我当初买的时候是含苞待放，花朵盛开，这种呢充满生机的盛况啊，如今呢只剩下一两朵勉强开着，苦撑场面啊。花色虽然还是桃红色但是已经是黯然失色了，不再鲜艳，不鲜艳。更严重的是它由于长期是单面向，里面是室内嘛，然后室外嘛，对，单面向光啊，所以有一半的枝叶呢向外斜伸了，向阳光的方向生长嘛，所以造成了整棵树的体态呢失去平衡了，美感没有，美感尽失啊，气色很差。那富贵花不会是一夕之间变成这样子的，而是长期被这样的一个环境呢所影响，一点一点在改变之中啊。而我们也没有用心去照顾跟观察加上呢，像这种的潜移默化的改变，很难立即去察觉，必须是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之后呢，改变的很明显的气色跟那个花貌已明显大不如前了这才看到哇，这个事态严重相信对园艺工作有兴趣的人，应该都有这样的经验了。那盆栽是这样，人生何尝不是如此多少人因为不正确的生活习惯影响而阴阳颠倒，造成生活萎靡甚至长期被不正之见所误导，或者被道听途说所蛊惑，造成心念不正、经念偏差。那心念不正的人难有正气嘛，看起来自然就是邪里邪气就会失去人应该有的那种形象跟气质那严格说起来呢，人即使没有选择环境的权利或环境很不好，其实还是可以生长得很好。因为不能改变环境，我们还可以尝试改变这个心境嘛。因为环境是仆人心境才是主人心境是操之在我嘛，心能转，念也能转，自然就能以心转境，以念转运嘛。对，不是人生或命运真正改变，而是我们的人生观改变这就是佛教所讲的3000一念由心牵一念含容3000界的道理都是心态在作怪了。那富贵花在阳台上的位置虽然无法改变就好像我们的生长环境有时候也是很难去改变的。不过虽然位置跟地点不能改变，但是方向跟角度可以改变。所以我开始就把富贵花的角度呢数日一更换几天就把它转一下这样子位置是原地不动，但是方向转向这个叫做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人不转心转。同理阳台不能转花盆可以转花盆位置不能转，花盆的角度可以转这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调整呢，富贵花虽然还是被限制的局限在这个阳台上面呢，无法整棵树每天照到阳光，但透过这个角度的转换呢，至少整棵树呢一周里面还可以全部都接受到阳光嘛。那这样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用心照顾之后呢，富贵花慢慢的恢复生机因为多方位吸收到阳光而生机盎然它不再倾斜了，扳回来了
不再郁闷，不再颓丧了，振作起来了。不但枝叶茂盛，而且色彩亮丽，重现了富贵花应有的风采跟姿态啊！这就是浴火凤凰获得重生啊！人生的蜕变何尝不是如此呢？那不只是富贵花藏着人生的大道理啊，养鱼也是人生的大道理啊！以前我小时候呢，我老家是在基隆，那基隆各位都知道，郊外有一个滨海公路嘛，沿海有很长的海岸线，依山傍水啊，一边是山一边是水啊，海景秀丽啊。每逢暑假呢，我们3、5同学就相约到海边去戏水。那我从小就喜欢养鱼啊，加上常常去海边浮潜呐，看到清澈的海水里面呢，五颜六色的海水鱼逍遥自在的成群遨游，心里都会很兴奋。所以我家师姐常笑我说，我的前世一定是鱼投胎来的。尤其在天气好的时候，那海边呢，碧海蓝天呐，海天相连，一望无际啊。夕阳西下的时候呢，景色更是变化万千呐，让人陶醉其中，流连忘返呐。那我在小学的时候，我家里就有养海水鱼啊，也就是一般人讲的观赏鱼啊。那一直到我上了高中、大学毕业出社会呢，还是对养鱼呢情有独钟啊。鱼缸有在刚开始的4尺、5尺到7尺、8尺，很长容纳更多的鱼，想越养越多嘛。那踏入社会之后呢，经济能力比较许可的嘛，就在院子里面呢挖坑造池啊，改成什么饲养那个名贵的锦鲤呀。锦鲤各位看过吗？日本的什么大正三色、昭和三色那些嘛，什么丹顶啊。那锦鲤有水中活宝石跟会游泳的艺术品的这个美称呐，尤其那个体态体格健美色彩艳丽花纹多变，而且呢，锦鲤很敏感它可以从讲话的声音跟脚步呢，去认出主人还是熟人或者熟人当他们听到主人或熟人靠近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满怀期盼的把头伸出水面，用嘴巴把你手中的这个食物咬下来然后还会让你用手去触摸它，它也不会害怕。现在回想起来这是名副其实的鱼痴，很无名的人叫做鱼痴很爱养鱼的人也叫做鱼痴，发音一样但意思不一样为什么叫做鱼痴？养海水的时候呢，我可以3更半夜，人家在睡觉我起床，拿个椅子坐在那个鱼缸的前面默默的观察鱼的夜间生态。海水鱼有的是静止不动，有的躺在那个沙上面，有的是钻在沙里面，有的是钻在那石头洞里面睡觉的嘞，是这样子的那一坐就是1、2个小时那养锦鲤的时候，后来到最后养锦鲤的时候呢，只要有细雨纷飞整个大地滋润那我就会刻意从我家的1楼、2楼到3楼不同的高度呢，从上往下呢去看这个假山瀑布的鱼池跟花园享受这样子的美景而自得其乐其实呢，以佛法的角度来讲呢，这也是一种贪恋也是一种执着了。执着有美景可以欣赏心念投入其中了有一位修行者在莲花池的旁边呢惊醒突然呢鼻子闻到了这个莲花的香气因此呢他心中也贪恋的这个花香，而一直去闻这个花香。这个时候呢，莲花池的这个池神呢就现身出来斥责他，跟他说：“你为何不在树下禅坐，却跑来这里偷香呢？”不久没多久，看到一个人呢跳入池中里面呢，他不仅摘取莲花甚至把莲花的根茎一起拔走那现场留下一片狼藉乱七八糟的这个时候呢，这个池神有看到，但是默不吭声。那这个修行人就很不服气，就问这个池神刚刚这个人摘取莲花破坏这个莲池，你为何都不发一语呢？而我只是在旁边池边惊醒，你却骂我偷香
这样对这个慈神讲。那慈神就说了，他说世间的恶人呐，长时间处在罪恶污垢之中啊，我无法改变他们，但我知道你是修行者，贪着花香就是破坏了禅定，所以我要赶紧提醒你，因为你就像一块白布，只要有一点污脏就很容易被人家发现。世间的恶人就像一块黑布，以黑染黑，无法看得见，所以我不去讲它，但我要讲你。慈神的这句话是很发人深省的哦，就跟有人闯红灯被警察拦下来了，他却理直气壮跟警察说：为何别人闯红灯你都不抓，我闯红灯你抓我？听起来好像是变成是警察有错，他是冤枉的人。那这个跟上面的例子一样啊，都是逻辑错乱的。同理啊，一般民众对慈济人的道德要求比一般人高，在火车上讲话大声一点也会变成新闻道理也是一样啊。你不能抱怨说这样不公平就跟刚刚那位精行的修行人的一样的道理呀，是不是啊？所以我说以前我爱养鱼是愚痴，其实也是无名的愚痴啦，都有一个痴啦，贪嗔痴的痴啦。我现在家里没有放任何一棵的树或一个盆景，树跟盆景如果跟着我的话，一定是死路一条因为我不想把宝贵的时间花在这些事情上面，也没有时间了，老实讲了。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不是养盆景或者养花，这个是不对的，我没有意思的，是我自己本身没有那个条件的，现在所以我家里没有树，也没有这个盆景这样我是觉得没有负担，没有挂碍，来去自如，清安自在不用怕说出门了没有浇花干什么，不用担心这些事情了不过呢，以前呢，虽然花这么多时间跟金钱来培养这些雅兴还好鲜血也没有白费，因为这些雅兴都蕴藏了人生大道理以养鱼来讲从养鱼的过程中呢，我发现养鱼跟养人，甚至跟养心，都是道理相通的。现在听我娓娓道来有养过海水鱼的人应该都有这种经验就是海水鱼呢很好看，因为观赏鱼嘛，但是很难养，常常会不明就里的死去，有些甚至呢买回来放在家里没多久就食欲不振躲在鱼缸角落里面了无生趣。那水质如果不清的时候呢，病症更为明显那金鱼跟淡水鱼就很好养那不管是海水鱼或锦鲤我的饲养经验是这样子环境的好跟差决定着鱼的存与活不管是养名贵的鱼或者是普通的鱼或不管养的是什么鱼都一样，最重要的是设备一定要好，尤其是过滤设备是最关键因素要随时让鱼缸或鱼池里面的水质呢保持清澈没有污染，这样才能让这些鱼呢安全的生活跟存活。因为海水鱼它原本是快乐的生活在水深数十公尺的深海里面那个是清澈无染的水域现在却被人类呢一饱眼福，满足私欲一厢情愿把他们抓上岸让他们离开家乡离开同伴，囚禁在小小的空间里面。以同理心来想换成是我们亲离子散，人地生疏的抑郁里面我们也是会有乡愁对，每逢佳节倍思亲，不是吗？那疫情期间被关在防疫旅馆里面的1-2个礼拜，就是这样的感觉这个还好，只是1-2个礼拜，最后还会重获自由。但是这些鱼要被养在鱼缸或者鱼池里面到死为止难怪离开深海来到家里的这个鱼呢，大多数寿命都不长，而且也因为生态条件变化太大了，而难以适应以致呢心里都不是很快乐，最后连食欲都没有了嘛。这个时候
体型开始慢慢消瘦，变成不好看的消瘦啊，原本艳丽的颜色也会褪色啊。海水鱼颜色很鲜艳嘛，慢慢它颜色会褪色，最后就是死去。这个就好像一个人呢，食欲不振也会造成气色不好嘛，元气很差一样啊，都会动作变得很迟缓，缺乏生命力。我因为常常在这个观察鱼的生态啊，以前啊，所以不管是海水鱼啊或者锦鲤鱼啊，哪一只生病我一看就知道，我很会观察的。那鱼生病就好像人生病一样嘛，会无精打采而离群自闭嘛。狼显仙啊，一样啊。那鱼是这样，人也是这样的道理啊。有些人身体没病，但心灵有病，这也是看得出来。忧郁症就是心灵感冒嘛，心灵生病嘛，或者是身体很强壮，但心灵很脆弱，这个也是看得出来。很神经质，很敏感，什么事都很容易反应过度，这种人自己很辛苦。做什么事呢，也都会意兴阑珊，了无生趣啊。那不是身累啊，而是心累啊。一个身心俱疲的人必然也是身痛辛苦而无法产生力量啊。身可以累，但心不能累；身可以动，但是心不能动；身可以忙，但心不能忙。身可以病身体，但心不能病，这样的人才能做得到，不求负担减轻，但求力量增加啦，也才能够勇敢的主动承担事情，乐于接受考验把人生的功能呢发挥到淋漓尽致这样就是成长的喜悦啦所以。不论是淡水鱼、海水鱼或者锦鲤鱼，不论是饲养在小鱼缸或者大鱼池里面，鱼儿没有选择环境的权利的，更没有改变环境的能力，它唯有去适应环境才能够生存。所以对鱼来讲呢，营造一个适合的生态环境，是让鱼能够生存下来的先决条件。生态环境要好，就要水质良好，要水质良好，就要净化水质，要净化水质，就要将鱼池的水过滤这就是为什么鱼缸跟鱼池都必须配置过滤器的原因因为没有过滤器的鱼缸或者鱼池呢，鱼因为长期在生活在没有净化的环境里面呢，很容易染病，很容易死掉。人也是这样的道理。每一个人家里都有装净水器，不是吗？水有过滤喝了才会安心才会健康每一个家庭都是这样子做对不对？就人跟鱼是一样的其实人的体重里面有70%是水组成的而其中的大脑、心脏、肠胃、脾脏、血液等等的含水量都将近80%所以人体如果丧失10%的水分我们就会感到不舒服只要丧失20%到25%就会对我们的生命造成威胁会造成危险所以水对人体非常重要而这些水如果水质不良，那可想而知对人体影响多大。我们常常去一些落后国家举办义诊兔唇的病人特别多，探究原因就是什么？水质不好不只是兔唇还有很多很奇怪的病。先进文明的国家就没有这些问题，落后国家很多这种问题。那把它研究起来，关键因素就是水质，他们的水质很不好。把它延伸这样的道理，一个人的6识眼耳鼻舌身意，长期接触外面的这个6尘色声香味触法，如果这个6识无法有效的发挥它分别善恶、明辨是非、判断对错及洞察虚实的这个功能的话呢，而让贪嗔痴慢疑这几个不利于生长的杂质呢存在我们的心中久而久之呢，
就跟鱼生长在水质不好的这个鱼池里面一样，会病于内而行于外啊，就好像失去生命力的这个富贵花一样啊，外表看起来还是美丽，但是生命短暂啊。所以一个心灵不健康的人，即使能够享受很优渥、很丰富的物质生活，但仍是一个精神往下沉沦的人生啊，因为心灵不健康啊，心灵没有净化啊。那鱼需要过滤器来过滤水中的杂质，才能安全的生存下来。每个人又何尝不需要一个心田过滤器来净化我们的心灵呢？心田过滤器，心灵净化了，慧命才有办法持续增长嘛。所以养鱼的道理理解了，也同样可以透彻养心的道理啊。养心就是培养一颗慈悲又有智慧的心啊，也就是培养一颗尊重生命的心。生命要尊重，不管是别人还是我们的，都要尊重。富贵花有生命啊，鱼也是有生命啊，那人的生命更是无价的珍贵啊，甚至连车子都有生命啊，有寿命啊，不是吗？我们常讲车子的寿命嘛，那车子跟人一样，也是要照顾、要保养、要维修啊。固定的时间或里程数到了啊，就要定期去保养啊。那车子要定期保养，跟动植物的生存法则道理一样。既然珍贵，就要好好的珍惜跟照顾啊。含羞草，相信大家都看过了哈。以前我在马来西亚的工厂啊，草地上呢到处都是含羞草。那有一次我就很好奇去研究它。那含羞草它会闭起来嘛，对不对啊？它以一开一合的特性呢来进行光合作用嘛。但我们如果故意去玩弄它，蹲在那边对，碰它一下啊，让它受刺激而紧闭起来啊，慢慢等它叶子就慢慢张开的时候呢，我们又碰它一下，然后它又闭起来啊，这样子接二连三呢，把我们的快乐建筑在含羞草的生命自然法则之上。实验之后告诉我们呢，含羞草最后就这样被玩死了。所以动植物的生命法则都不可违背的，万物之灵的人类应该是更胜于此才对啊。也就是说，阴阳颠倒跟作息不正常的生活，对身体是很伤的。猝死的原因很多，但其中一个原因是作息不正常啊。也就是违反生命的自然法则了。动物有生命的自然法则啊，植物也不例外啊。就好像刚刚前面讲的富贵花跟含羞草都是一样啊。生活作息有规律的人就是自律的人啊，因为会自律，所以会自我约束，生活步调自然是井然有序。因为有秩序，所以身心不会纷乱。这就是佛家所说的心中的定境越深啊，远离纷乱的能力就越强。相反的，生活失去规律，作息不正常，生活必然是乾坤颠倒、阴阳不调了。这样的身心当然无法清安嘛。那生活作息正常的话呢，生活品质才会好，品质才会很精致。那你生活品质要好，要精致，清晨的时间可不可以有效运用，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因素啊。因为一日之计在于晨啊，清晨的时刻呢，大地宁静啊，环境静谧啊，空气清新啊，思绪清楚啊。这个时候是独处沉淀静思最好的时候。文法也是一样，这个时候灵感特别好。你把它睡掉就很可惜了。可是睡眠不够也不行啊，对不对啊？尤其呢，可以没有吃饱，但是不能没有睡好啊。那这样又要睡眠充足，又要清晨静思文法啊。那鱼与熊掌都想兼得，那要怎么做呢？有些人会觉得很困难，其实很简单，养成早睡早起的生活作息就做得到啦。这种习惯而已嘛。早上尽量早起，不要那么爱睡，等将来往生再去睡看爱怎么睡就怎么睡，没有人要管你。其实
活的时候何须9岁啊，死了以后智慧长眠呐，不是吗？对，每天晚上睡觉叫做小死啊，一睡不起走了叫做大死，所以人生是不断的小死，最后一口气吸不上来就大死啊！每个人都难免一死，但是千万不要自己先找死，折磨自己的身体就是玩弄人生，就是自己先找死啊！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去医院的外科病房或者急诊室去看一看，或者是那个往生室里面也可以的，大体储藏间那个更好，去看看呢。看到很多人生无常，因意外而身体受伤害的人的病人，尤其是飙车或酒驾而出车祸的人呢，看看多少酒驾造成的车祸，自己要找死是无人可以挡的，但你却伤及无辜，造成别人家庭的破碎，这种因果要还几辈子啊！这个就是凡夫玩弄人生啊，跟刚刚讲的含羞草一样啊，最后都会被玩死啊！我们不但不玩弄人生，还要学习菩萨游戏人间。游戏人间的境界就不一样了，活得很自在的人才有可能游戏人间呢。这个也要有赤子之心才有办法了。那这种游戏也不是玩世不恭或逢场作戏，不是，而是游而不游啊，是入游戏三昧啊，是对境不起心，也就是我们以前讲的笃静不动啊，是身在游戏中，心是了了分明，知所进退，他不会沉迷在游戏中而流连忘返的，他是胸有成竹的谈笑用兵，这个是一种自心了得的功夫，是菩萨的境界哦。有人常常会说自己命运不好啦，其实你把它探究起来，其实是心态跟习惯不好。因为什么样的习惯就会有什么样的遭遇。例如驾驶习惯不好，就很容易碰到车祸的遭遇，不是吗？什么样的心态就会有什么样的命运，就好像说做事心态不正确，或者常常有迷信的心态，造成心迷就会苦，心迷就万境转，这样命运怎么会好呢？是吗？那古人讲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就有它的道理啊。你偏偏日夜颠倒，阴阳颠倒，这个基本上是生活在乱的情境里面的，跟定是背道而驰的。这种人的生活呢，不乱也难呐。那身心一乱，抵抗力跟免疫力也会减弱，紧接着疾病就跟着来啊。这个是彼此之间有连带关系的啊。疾病虽然也是一种自然的现象了哈，生老病死很自然的嘛啊。但是人体本来就具备有促进健康的自然的本能，叫做抵抗力跟免疫力啊。医师只是帮助病人恢复健康的助手，因为每一个人的身体在正常的时候呢，都会自动排毒啊，才会没有病啊。就像平常的排汗，看似很简单，但是排汗、排尿、吐痰、擤鼻涕等等，就是在排毒啊，新陈代谢啊。一旦排毒的功能出了问题，就生病了啊，代谢不好啊，对，免疫力不好，抵抗力不好啊，这个时候就要靠医生帮我们什么抽痰、抽脓、导尿等等嘛。洗肾也是一样啊，就是在排毒啊。那身体中毒好处理啊，心灵中毒就比较棘手了。那身体的病要靠医生，心理的病要靠佛法了。所以有一句话说：“真病没药医，药医不死病。”我们曾经拿这个当主题讲过一集了哈。那真病没药医是什么意思啊？就是真正会死的病叫做真病，因为已经到了福尽、寿尽、业尽之时啊，也就是时辰已经到了啦。啊，这个时候什么名医啊、什么好药啊，甚至神仙来都没有用啊，所以叫做真病没有药医。生活中我们也会常常看到一种情形哦，明明身体有病痛，但就是检查不出原因啊，这个可能是因果病或者业障病啊。这个时候即使是医生开药，也只是治标，没办法治本
更何况都检查不出病因，医生也不敢贸然开药给你啊！这个也是叫做真病没药医啊。那什么是药医不死病？即使是临方妙药啊，也只能医治本来就命不该绝的病，本来就不会死的病才有办法医啦。会死的病谁来都一样啦。因果的问题就要从因去下手才会见效啊，因消除了，果就不见了。同理，没有业因就没有业力或业障嘛。业力跟业障就要靠什么去消除啊？不是靠念经做法会，或者靠自己不是靠念经做法会啊，是靠自己的以福去转业啦，以善消恶啦。业障消除了，自然是重业轻报嘛，轻业化无嘛。那业障消得够，自然就是大病变小病，小病变没病。那这也是一种自然法则，也是亘古今不变的真理啦。你信不信都不影响这个道理的存在。有人问说，诵经可不可以消罪业啊？其实三藏12部经能不能辟邪，能不能够消业障，不是由经来决定的，而是由奉持者的心决定的。只是靠嘴巴念经是消不了业障啊，要依经入道，以解导行啊，从实践的过程中来修正自己的思想、见解、言行，这样才管用了，才消得了业障。所以不是业障现前的时候再来念几部经求佛菩萨保佑这样做就是迷信。经是佛菩萨讲的你再念回去给佛菩萨听，哪有这样的道理呢？佛菩萨就是要我们依教奉行，在生活中把他讲的道理呢实践出来，身体力行，把他讲的经文演绎出来。佛菩萨已经告诉我们方法，而用法就要靠我们自己身体力行这样才是符合佛菩萨对我们的期待也才是佛菩萨最欢喜的事情所以不能只靠念经就想要改变因果定律持诵哪一部经都好，奉持者的心才是最关键的。所以三藏12部经，不管你多会持诵了，追根究底离不开一个字，就是心。所以成也正念心败也正念心那我们今天晚上的读书会，从富贵花的启示到养鱼的启示，最后回归到刚刚我们所讲的唯心净土跟一切唯心造。例子虽然不同，但最后都是什么？殊途同归同归一乘真实法。其实佛陀开讲《法华经》以后呢，就称一乘真实法，而不讲大乘或小乘为什么？为了不让佛弟子们有大小乘的分别相让我们没有这个分别心所以我们每一位学佛者都要很清楚了解这个道理好，我们今天晚上读书会就讲到这里祝福各位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